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。当你站上爱的高处，眼里充满着光亮。回去好好反省。将离开山岗，叫你背公式背公式，你都背到哪里去了？告诉我，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就很聪明的人，根本就不懂我们这种不会念书的人的痛苦。不要迷失方向。我是哪里做不对了吗？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家。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，当我走向新的旅程，满心感恩不能忘。我终将张开翅膀，飞向更宽阔的远方。成长路不管多难，爱是我的行囊。烫哦，小心。爸妈，不好意思，我回来晚了，我马上去做饭。啊，哎，美伦啊，没关系啊，慢慢来啊哈啊。凯琳，我今天请你帮我买的菜呢，在哪里啊？有吗？我今天下午还打电话回来提醒你，请你记得一定要帮我买菜的啊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了，我现在马上出去买。哎呀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出去吃好了。爸妈，我补习的时间快到了，如果出去吃会赶不回来，我看让凯琳带你们出去吃好了，我随便弄点东西吃就行了。哎呀，那怎么行？那我帮你去买菜好了。哎，妈，你别去了，我来买。不用了，我已经说我随便吃就行了，你带爸妈出去吃吧。美伦对任何事情啊，就是太认真、太严肃了。这出去吃个饭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，吃完了再赶回来上课也都还来得及。他就是不肯放轻松。你知道啊，他向来都是很严谨的。哎，凯琳啊，有空劝劝美伦，不要责任心那么重。怎么可以啊？你在说什么？做人都要有责任心呐！你怎么可以让他不要有责任心呢？总可以轻松一下吧，别老一脸的严肃，让我觉得，哎，我好像也是他的学生一样。他那个严肃的脸又不是今天才这样，他从开始当老师就这么严肃啊。所以我才说啊，这感觉上啊，我们好像也是他的学生一样啊。他那个严肃的脸又不是今天才这样，他从开始当老师就这么严肃。所以我才说啊，这感觉上啊，我们好像也是他的学生一样啊。老师写好了。啊，来，把考卷往前传。你还在生气哦？我只不过是忘记买菜，有必要气那么久吗？我没有在生气啦，我只是在想，
我的脸真的这么严肃吗？你听到爸妈说的话？哎，我看起来真的那么严肃哦？好像有那么一点。我也只是关心家人，也看不到我自己的表情，我怎么知道我是什么脸色啊？我想你可能太急着把事情做完，但是却忽略了过程当中要面带笑容。我还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你也是一样关心照顾我们啊，只是没有像现在这么严肃，笑容也比现在多很多。我跟爸妈不是你的学生，我们是你的家人哎。难道你没有发现，这个家的气氛会被你的心情所影响吗？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放轻松一点，不要那么紧张。讲话是声，态度是色。与人讲话要轻言细语，态度要微笑宽柔。方美伦，从今天开始，对家人要微笑，对别人也要保持微笑，要做到声色柔和。同学，早安。爸妈，吃早餐喽。小明，起床喽。这个嘛，没有。妈，早。昨晚睡得还好吗？哎，爸还没起床啊？哦，还在睡。啊，那我帮爸留了一份早餐在厨房里，如果爸起床了，再麻烦妈拿给爸吃。小明，赶快把早餐吃一吃，准备要上学啦。妈，那我先去学校了，晚餐的菜我会买回来。再见。哇，今天怎么了？心情好像很好哎，发生了什么好事吗？我正想问呢。哎，美伦今天怎么啦？没事啊，来，大家吃早餐。老师好。好。然后金总突然对我们笑。对啊，而且
且笑得好诡异哦，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哦。要微笑。早啊，早，你早。淑慎，早啊。美人，你今天心情看起来很好哦。有吗？方老师很久没有主动跟我们打招呼嘞。是啊，他今天看起来真的很不一样，可能是因为若何出国了，他整个人比较轻松。经理，同学好，请坐。我们翻开课本48页，开始上课。下课去找黑人。是哦，那我要去。这里不行。那你就。要保持微笑，声色柔和。后面的同学，上课的时候要专心，不要交谈哦。老师今天好奇怪。对啊。今天笑一整天，嘴角都快笑歪了，也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人看出来，微笑到底有没有用？爸爸在吗？可以吃饭了吧？可以呀，他马上就好了。你们慢吃，我先上楼上课了。哦，凯琳啊，我看美伦今天从早上笑到晚上，我觉得好奇怪啊，你是不是要关心一下？哎，我觉得很好啊。你不是说他太严肃了，要多笑吗？你怎么觉得奇怪呢？我觉得你才奇怪呢。小明，这些衣服都是要洗的。我等下洗澡的时候会拿下去洗。没关系，你念书，妈妈帮你拿下去。等一下你要记得去洗澡，知道吗？妈妈，你今天笑容满面的样子，感觉好好。你有注意到妈妈今天在微笑啊？我希望妈妈以后天天都这个样子。原来我以前脸色这么不好。妈妈答应你，以后啊会每天努力保持微笑，哈？赶快念书哦。
方老师，今天的笑容让全家都很开心哦。都怪你以前不提醒我，叫我不要那么严肃，害我现在要改变都觉得好累哦。以前你是武则天了，谁敢跟武则天讲话？你。好久没有这样笑了，一整天下来啊，我的2个脸颊都好酸哦。我真没想到，一个这么简单的笑容要维持1天有这么难。而且啊，我还要时时提醒自己，声色都要柔和，这就更难。那效果如何呢？还不错啊，我也觉得自己看起来好像很开心，连别人都问我说是不是有好事发生。是真的有好事发生哦。你写给娃娃的信上面是不是附有近似语啊？他觉得很有帮助。是吗？他今天打电话回来，说了一下生活的状况，还要我谢谢你。他说你写信附上了近似语啊，他觉得很有道理。那真的太好了。而且他也蛮能适应现在那边的生活。后来我有打电话给他们学校的老师，老师说他功课不错，而且语文也有进步。没想到近似语对娃娃这么有帮助，那我以后写信应该要多写一点。我不知道你的笑容还能够维持多久，不过我们全家都很开心哦。所以我衷心的希望，每天都能看到你这么动人的笑容。你这个要求会不会太多了？不过我会尽量努力。去洗澡。亲爱的娃娃，多少年来，严肃形象不知不觉与我画上等号。最近，我努力学习微笑，看似简单的微笑。要确实做到，果然不容易。而你对近似语的兴趣，让我开始思考，或许也会影响学生们。所以，我现在每天都在教室黑板上写上一句近似语。我希望这些好话能成为他们人格学习上的助力。为了怕学生误会，老师在学校传播佛教，我还穿插其他名人的名言。目前的成果并不是很好，在意的学生也不多。但是我相信久了，同学们也会像你一样，慢慢去体会个中的道理。就是说，人生呢就像打球。今天我在想，与其每次写信附上近似语，不如买一本给你寄去。诚心希望近似语能在你的生活上帮助你更多。我们看接下来这2个句子 ，no one but 跟 nothing but， 这2个都有只是或是只有的意思。来，我们开始造句。不要让老师会骂。没关系啦，老师最近对我们这么好，又不会骂人，你怕什么啊？很痛。记住，微笑，声色柔和一点。同学，上课不要讲话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造的句子。我们看造出来的句子 ，No one but a fool will commit such a mistake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造的是 nothing but。有哪位同学会啊？来，你说。I am nothing but a common man。非常好，来，我把同学的句子写下来。很痛。
你就是太相信老师脸上的笑容。老师虽然笑了，不表示他跟以前不一样。你不记得老师以前是怎么打我们的吗？所以，老师根本没变嘛。对啊。怎么了？今天也没精神哦。奇怪，怎么没看到那个努力微笑的方老师啊？我今天才发现，原来我都是笑假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很努力保持微笑的去对待每一个人，可是当学生没有认真上课，我还是忍不住对他们发了脾气。同学们说的没错，我只是表面上改变了，可是内心里还是那个严肃的方美伦。我觉得你应该要轻松一点，学习换个角度看事情。你严肃是因为你希望学生好啊，但是你放轻松一点也是为学生好，这全部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你现在会困扰，是因为你忘记了轻松对待问题。不要泄气嘛，你不是有跟我说过，近似语里面说的什么？不要小看自己，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。原来我平常念给你听的近似语，你都听进去啦。我还以为你睡着了耶。那是因为你念得太大声，把我吵醒了。总之啊，加油！因为娃娃在英国乡下那段时间表现得非常正常，加上他不时回信或在电话里跟我聊近似语，所以我对他越来越放心。结束语言学校的课业，转学去诺丁汉市之后，我和凯琳也理所当然以为他已经改变了以前在澳洲的不良习气，但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一切又是距离造成的假象。今天礼拜天，我陪你回北头看妈，好不好？我也正想问你呢。上礼拜我回去看妈的时候，我有跟妈说，我最近都参加一些慈济的活动。结果这2天我接到美姨的电话，她说妈好像误会我是慈济委员了，还高兴的到处跟邻居说呢。所以我在想，我要不要开始去参加培训，才不会害妈说谎？哎，你不会反对我加入慈济吧？我看到近似语对你的影响，我也很感谢师父啊。你就放手去做，我会全力支持你的。我接。喂，娃娃，最近好吗？新学校怎么样？功课跟得上吧？还不错啊，
妈，我的生活费不够用了。你上次寄来那个钱，我缴完房租以后就没剩多少了，而且我明天还要注册。对啊，你赶快把钱寄来。好，我会尽快再汇钱过去。那你那里都安顿好了吗？都弄好啦。那你记得以后要多寄一点生活费给我哦。好，我知道。妈，先不讲了，我要赶去学校了。拜拜。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喂？我要说什么？他说啊，在英国东西贵，开销比较大，所以寄去的生活费不够用，所以要我再汇点钱过去。住在那边，生活开销本来就比较大，你就赶快汇给他吧。你刚刚很故意耶，明明就是要去 party， 还跟你妈说谎。你懂什么啊？我妈她是个很保守的人，根本不用跟她讲这么多。难道你要我跟她说我们在一起啊？真的很难想象这么爱玩的你，居然可以在乡下待那么久的时间。是啊，那里没有朋友，也没有活动，好闷哦。幸好我现在不用再过那种生活。对啊，现在有我陪你啊。接下来我们请李妈妈。李妈妈她目前最大的困扰就是她先生跟大儿子的互动问题。我大儿子，他从小就是个内向的孩子，他功课也不怎么样。可是我先生对他的期望很高，国小的时候，他只要考试考不好，就一定会被打。现在已经上国中了，我先生他还跑去学校跟老师拜托，说他功课如果不好的话，就狠狠地打他，搞得这个孩子他现在更封闭，更怯懦，他每天都不想讲话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。我真的不知道现在应该要怎么做。现在有很多的家庭还是用打骂的方式在教育孩子，其实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而且也会让家庭的气氛变得很糟。你应该要鼓起勇气，去跟你先生还有老师沟通，让他们可以改变一个方式去教育孩子。但是，就我自己的教学经验来说，学生的功课不好，如果打了他们，成绩的确会有进步。所以我不知道，如果不打他们的话，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他们成绩进步呢？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。没有问题学生，只有学生问题。这是师父常跟我们说的话，而且师父也常说，现在的社会普遍得了一种缺爱症。学生或者是孩子，他们出了问题，其实是因为他们得了缺爱症。所以做老师的应该要找出学生真正的问题所在，然后对症下药，而不只是一昧用打的方式啊。更何况成绩的好与坏并不是学习的全部，培养健全的人格才是最重要的啊。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？师父说，教导孩子要有方法。当他听话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多鼓励、多赞扬；当他不乖的时候呢，你就要用开导跟启发的方式，轻轻地说他几句。我相信，如果父母都用这种方式跟孩子沟通的话，就算不打孩子，孩子也可以了解我们的苦心啊。我无想要体罚学生，我是想讲哦，要甲因拢当作朋友同款。
想考试，不想念书，也不想补习了，怎么样啊？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；没有问题学生，只有学生问题。怎么还不去洗澡？我今天去参加共修，有一个妈妈说，她的孩子因为成绩不好，被她的先生还有老师打，所以这个孩子现在越来越封闭自己，让她觉得很困扰。怎么听起来很像娃娃在台湾的时候的状况？我也这么想，所以我现在在认真的思考，我到底要不要继续打学生？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打学生是因为要让他们记得，因为怕痛，所以认真念书。但是如果你从此以后就不打学生了，那他们的成绩还会再进步吗？我也是在困扰这个啊。不过洪师姐说，成绩的好坏并不代表学习的全部。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，还有正确的价值观，这才是当老师最重要的责任。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做？美人，这次你们班上考得怎么样？不好哎，你们班呢？这次的考题真的比较难，我们班也考得不好啊。我想待会上课啊，有很多学生要被我打了。打，定一个分数的标准，退步几分打几下。学生害怕被打，自然而然成绩就会进步。我的志愿将来就是要当一位好老师。如果我当上了老师，我一定不会乱打人，而且还会很有爱心的教导小朋友。上课喽。不要打学生这个问题，真的让我思考了很久。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呢？学生这么惧怕老师，真的是好的吗？成绩的好坏，是老师面对学校与家长的教学成果，但是成绩好，真的就能教出人格健全的学生？真的是这样吗？经过不断的思考，我决定不再用打的方式来教育学生，而改用罚写英文的方式来代替。这个改变确实让上课的气氛融洽许多，师生的关系也变得比较亲近，但是班上的成绩也下滑许多。我不再是全校成绩第1名的名师，这也让我开始回想当初要当老师的初衷，并不是为了第1名的名师头衔，而是希望当个无私、以爱心和耐心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，不是吗？
找到当初的那一面心，这是我第一次对成绩放下。也因为放下，让我忽然觉得海阔天空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老师，嘿，你今天在黑板写的这句话是谁说的啊？这是一本影响老师很深的书，你喜欢吗？我很喜欢。那以后老师每天都会写。谢谢老师。好，你赶快回家，注意安全哦。好，老师再见。再见。我在黑板上写近似语啊，终于得到回应了耶！今天啊，有学生跟我说，你出去一下，回来再聊。你这么晚要出去？王家辉打电话来说3缺1，硬拉我去凑人数。那你不能拒绝吗？你忘了，你答应我明天要陪我做环保哎。我很久没有打牌了嘛，你就先睡了，我打完16圈很快就回来。8万，小心点打，我连装5次了，别放炮啊！我才不信邪，整个晚上就你手气最好。不要嘴巴硬，小心点打。知道了。7饼。到了，连5拉5，本花本家。谢谢，12台，给钱。你真够背的，绝招很会放炮啊！知道。在。连6哎，连6嘞，这个月靠你啦，谢谢。这个我赢最多，谢谢各位大哥啦。凯琳啊，你的手气还真背嘞。好了，走了。走了。喂，全部不准走哦。老兄，很晚嘞。今天晚上就我输最多如果你们是我嘞，同我坐下。我们是没什么关系啦，可是嫂子在家等会不开心啊。不管他了，来继续打，快点啊！学长都说话了，还不快坐下？没工夫练剑。坐。来。太过分。爷爷奶奶早。好啊，小明，早吃早点了。
怎么样？爸爸昨天晚上又没回来了。哦，我昨天听说你到很晚才睡，可是爸爸都还没回家。这凯琳也真是的，跟他讲过好多次，虽然打牌不是坏事，但也不能整晚不回家，他就是不听。等一下凯琳回来了吧，可能又要为打牌事情发生争执，我看又要冷战一阵子喽。这下子啊，这美伦啊，又要变得怪怪的，我又要开始紧张了。我怎么忽略了我跟凯琳之间的不愉快会影响到家人的心情，甚至让爸妈为我们担心。爸回来了。吃过早餐了吗？我不饿，我有点累，我先上去休息。怎么没看到你家师兄跟你一起来做环保？你今天不太对劲哎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其实我今天心情很不好，为了我们家师兄打牌的事情，我在跟他生闷气。虽然我知道，要是我发脾气了，会影响家里面的气氛，我也尽量在压抑我的脾气。但是对于他打牌的事情啊，我就是气不过。要做到师父说的声色柔和啊，真的是知易行难。夫妻间的相处啊，本来就很容易有摩擦，这也是一种修行，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磨练，才能够磨出互相包容的能力。像我们家师兄啊，他也有很多缺点让我看不过去，所以我也常会跟他生气。可是后来我听师父说，一个杯子缺了一角，我们只要把它转个方向看，就发现这个杯子啊，它还是圆的。所以我就记住了师父的话，换一个角度去看它，结果发现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杯子。我不想要他打牌，也是为了他的身体好，可是他就是不听。你们家师兄也许只是把打牌看成是消遣减压的方式吧，你试着看，用另外一个方法跟他沟通看看。换个方法。师父常说啊，要改变别人就要先改变自己，你要先从改变自己做起。像我也是这样开始的啊。虽然说改变自己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可是只要你有决心，很快的你就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效果哦。你试试看嘛。云是天空的花朵，雨是落下的河，花是大地的女儿，你
是我的困惑。于是褪色的烟火，于是天空在泪流，花是无言的情歌，你是我的沉默。一样的雨，一样的雨，一样的花朵，结不一样的果。一样的你，一样的我，一样的年代，不一样的规则。我知道，我想说。